福寿无量千尊。敢问仙童，您造访我黑匪山，到底有何贵干？天时已到，但未到时候，信者不可轻举妄动。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福星神池已开，锦鲤附体，你们要好生照料，只待天时，苍生危机可解，你裴家之仇亦可得报。是。是故意的，我刚才的野生大萝卜给你吃好不好？哪来的破石头？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二哥，咱们青蛇寨这次又发大财了！没想到把这毛小子从长安拐到岭南去，能得到那么多赏钱。别掉以轻心，耽误了大人交代的事情，信咱们的脑袋。马车再快一点！老三，你没事吧？妈了个巴子的，撞了邪了！你们是哪条道上的？是土匪还是骄阳大盗？哦，原来你们是人贩子，快回去叫人！哪来的小女娃，胆子倒挺大，长这么漂亮，想必能卖个好价钱，一上老子算你倒霉！哎呀！再往前就让你脑门开花！上！谁欺负我们家芝芝？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抓起来脱皮续骨，剁碎了喂狗。遇到我，只怪你们自己命不好。一群山民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行吧，空武哥哥，这些人你解决。上！这哑巴果然天生神力呀！狗头金！你们别怕，我们都是黑匪山的良民。我叫苏芝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薛彻。你家在哪？长安。哇，这里是岭南，你居然被绑了这么远！各位，这些青蛇寨的人涉及江湖，大家都说说看，该怎么样处理他们？我爹正召集村里人议事呢，那个就是我爹，好人。旁边那个是我娘，我爹是不是很好看？县里的姑姑婶婶们见了我爹都脸红呢。让他们在这儿做人质，让青蛇寨的人拿银子来赎他们。都说了，咱们现在是良民，不是山匪。之前的绑票勒索，那些旧思想、旧传统，通通不能要。最近开春要离地，要不把他们身上绑上绳子，耕你当牲口使，咱们村里的牛也能歇一歇。口武哥哥的意思是把这些人拉进山当诱饵，方便打猎。对对对，虎豹咬过之后还能喂猪喂狗，埋进土里当肥料。剩下的人骨头扎些稻草放在田里，还能驱麻雀。当初狼窝又入虎穴，我这是掉进土匪窝了呀！
你们以前是山匪？是啊，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了。要是我早出生几年就好了，还能赶上当山匪的黄金年代。你们也杀人越货？什么叫杀人越货？那叫劫富济贫、铲奸除恶。前几年又干旱，又闹饥荒，世道混乱，我们是一粉，十里八乡都靠我们罩着。郝村长这样气度的人，以前也做过山匪？什么话？我爹可是大当家，而且村里的伯伯说他们只是山匪，我爹可是读过书的山匪。山匪不可怕，会读书的山匪才可怕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听我爹的。对了，各位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春种。今年呢，我打算多耕一些宫廷，到时候大家想种什么都可以来说说看。多种点辣椒吧，下饭呢。种甘蔗吧，多炼几斤糖，芝芝爱吃。咱们这山多，可以种果树和茶树。我也有想法。芝芝，你想种什么呀？种棉花，能做衣裳的棉花。就算在长安城中，棉花也不常见。富贵人多用丝棉，贫苦人则用麻葛、兽皮御寒。虽然日后棉花长成，收益丰厚，但寻州地处偏远，别说棉花了，就算是棉花种子也未必有。我能种吗？当然能种，芝芝喜欢怎么不能种？不会就学。回头呀，我去外地买种子。以前闹饥荒的时候，吃草根树皮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还种不活这个棉花。当初芝芝出生时那场大雨救了我们全村人的性命，而且地里粮食疯长，吃都吃不完。芝芝说能种，那一定能种。芝芝啊，可是咱们村的小福星，到时候收了棉花做了衣裳，全村一人一件，芝芝10件。好嘞，种棉花做衣裳。好。好。这么多山匪，居然愿听一个6岁小孩的话。爹，我要骑大马。来，干嘛？骑大马。驾！骑大马喽！这个村真有意思。哼，被山匪劫了是什么意思？大人息怒啊！青蛇寨的人确实是这么说的。薛家的小公子负责绑票押运的人，被一伙山匪劫走了。没有薛车，我拿什么去威胁那个油盐不进的将军爹？要是真被他找到证据，被裴家翻了案就完了。找，给我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事。郝村长、郝夫人，多谢你们救下晚辈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以后叫我英姨就行。早上的粥菜可还喜欢啊？喜欢，我和阿彻都喜欢。阿彻连碗都舔干净了。干嘛叫我阿彻？还有，我才没有舔碗。我听芝芝说你来自长安，可还记得具体位置？我叫薛彻，长安怀远坊的薛家。薛玉成是你何人？正是家父。郝村长认识我父亲。堂堂西北军营薛将军，大鱼谁人不吃？放心吧，半日之内我会通知西北军营，让你爹知道你的消息。半日？西北军营距黑水山1000余里，如何能？阿宝，阿宝，阿宝来了！好大的鹰！阿宝威风吧？他还是我从山里捡回来养大的呢。你姐？阿宝可乖可聪明了，不仅能帮忙村里打猎，还可以帮忙村里送信呢。阿宝，等会儿你去西北军营送信，不要在路上贪玩，早去早回。好你个贺廷芳，为了逼我就范，把主意打到我薛家独子身上。将军，老奴无能，没能护住少爷。我也真是不知道，他居然敢趁少爷给明国公贺岁的路上绑架他呀！此事与你无关，
一路赶来送信，也辛苦了。将军，刚外面飞来一支很大的鹰，好像是来送信的。这字迹，裴凌云，你还活着？我为什么要帮你写字？我今天不下山就遇不到人贩子，遇不到人贩子就救不了你，所以我是为了救你才被我爹罚写字的。这2日不是让你在山上好好温习功课吗？为什么会下山呢？我帮六婶看小羊，小羊跑了，我就去追。那小羊为什么会跑？因为我玩火伤了羊屁股。快点写，写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有心事，是因为阿彻的孩子。是玉成的孩子。那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这里是寻州，是黑匪山，我们的地界。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芝芝也好好的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姨娘，是我拖累你们了。傻瓜，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，咱俩是夫妻。都老夫老妻，还娇羞的跟小姑娘一样。行了，我去看看孩子，你给我洗干净了，床上等着啊。我苏芝芝，又掖哪去了？芝芝，为什么你这样能抓到鱼？这不是守株待兔吗？所以呀，我每次都是这样抓鱼的。芝芝，为什么你爹姓郝，你娘姓武，而你姓苏呀？我娘亲生我的时候去世了呀。对不起，是我多嘴了。没关系，村里人都知道。你看我天上有个娘，地上还有一个娘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是，你真厉害。阿彻，你是不是想回长安去？我不想回去，我想去西北找我爹，像他一样当个大将军，保家卫国。可我身体不好，老生病，宫里的太医说我活不了20岁。胡说，阿彻明明能长命100岁。芝芝快看，鱼，好大一条鱼！早说了能抓到鱼。阿彻，你做我小弟，我把鱼头分给你，鱼头煮汤可鲜了。不要，我才不要做你小弟呢。我们去那边躲雨吧。好大的灵芝！阿彻，阿彻，阿彻！花大夫，阿彻可有生命之忧？眼下没有，但他这身子不好治，他自幼体弱，加上又是寒毒进体，前段日子又被人贩子带着风餐露宿，如今又感染风寒。那可还有医治之法？既然送到我这儿，肯定能救他。先清理他体内寒毒，再驱除寒气，调理得好，最多2年，身子恢复如常。那有劳花大夫了。不过，眼下还是治不了，驱除寒毒还缺一味药。缺什么药材？我可以下山去买。千年灵芝。千年灵芝不易得，药铺里连100年灵芝都没有，更别提千年灵芝了。如果没有千年灵芝入药，不能及时驱毒，再长大些，病入骨髓，他怕是活不过20岁。阿彻，跑什么呀？洗澡头发还没干呢。阿彻，我再也不带你抓鱼了，我不
别哭了。千年灵芝。花大夫，我这是……放心，你喝了药，体内寒毒已尽数驱除，从今往后只需好好调理，你的病就再无大碍，能长命百岁了。花大夫大恩，晚辈没齿难忘。你要谢的是芝芝，是她带你出去抓鱼躲雨，才采了千年灵芝，救了你。花大夫，阿彻，这是我娘用我们抓的鱼熬的汤，快喝了补补身子。阿彻，阿宝呢？从军营带回了你爹的来信，你爹说长安危险，让你暂时先留在我们村。阿彻不用回长安了，我有小弟了，我是大姐头。我才不是你小弟呢！哼，你还要耍赖不成？抓鱼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喝了鱼汤你就是我小弟。那我再抓一条更胖更大的鱼，还给你就是了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啊！多吃点。兄弟们，等到了村口，就说我们是白州的逃难来的流民。好，贺大人特意有交代，村里除了姓薛的那小子，其余的一个不留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我准备在这个地方、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都建个仓库。这样的话，咱们以后存粮食的方式就有很多种了。村长，客人来了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白州来的，逃难的灾民，我们2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还求贵村留我们一晚吧。好，各位，我是村长好人，我们村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，里面请吧。真是太谢谢好村长了，村长大善人呐！快请吧，快请吧。谢谢村长。走走走。好了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真的是逃难来的吗？逃什么难啊？大水还是瘟疫啊？你们逃难怎么没有老婆孩子呀？我老家呀闹饥荒，我们这群光棍啊也没有什么牵挂，心想啊，与其在家饿死，还不如出来碰碰运气。白州离这儿有多远呀？你们得饿多久才能阻到我们村？你们这么饿，为什么还要爬山呢？芝芝，做饭了，英姨叫我们去帮忙。老大，果然在这儿。按计划行事。是。这紫夜丸可是我们青蛇这100种毒蛇提炼而成，中毒致人2个时辰之后会全身麻痹。大婶子，借口水喝一下啊！你自己来。好，没有解药绝对过不了紫夜，到时候这帮村民只能任我们宰割了。谢谢啊！不客气。大哥，好香啊，肚子咕叫啊！我也好饿呀，都给我忍着点。菜里边下了毒药。来了，来，听说你们饿了多日，伤了胃，不宜吃一些油腻荤腥的，咱就喝点稀饭，刚刚好啊。对，婶子说的没错。好，你们慢慢喝。这叫粥，这他妈不是一碗水啊！真要喝啊？废话，当然要喝了。放心吧，我这儿有解药，要是不喝的话，他们等一会儿会起疑心的。喝。喝。我的刷锅水怎么不见了？他们肯定不是流民，一看都在说谎。他们那么胖，怎么可能饿了很久？
手指甲很干净，身上也没有臭味儿，而且他们看到食物的时候，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。饿极了的人可是管不了什么脸面。你们真不会骗人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撒谎还不如我呢。你倒也不必以此为荣吧。我能看出来，大家也肯定能看出来。不知道爹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进村？好村长可是想引他们暴露真实目的，然后瓮中捉鳖。什么是瓮中捉鳖？就是在一个大坛子里面捉王八。来了。大当家，这个姓薛的小子就躲在这个女大夫家里。好，要不是为了大人交代的计划，我青蛇寨怎么会受这等屈辱？竟然让我们喝刷锅水！就是老大，就将这村子里的人全部杀了，才能解我们的心头之恨。算时间，子夜晚毒效应该发作了。哎，你们两个，给我挨家挨户的灭口。是。你们两个，给我收集值钱的玩意儿。好。李三，你跟我进去，直接捉人。是。在此之前，必须再喂一次解药。大人说了，要活的。好了，行动。大哥，青蛇寨寨主，这大晚上的光临我们碧村，有何贵干呢？青蛇帮帮主大晚上光临碧村，有何贵干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明明都吃了饭菜，这饭菜里边有我下的。下毒下到你姑奶奶跟前，子夜丸这东西，我又是当糖吃，都嫌味淡了。你干什么？花大夫，留他一条性命，我要细细审问。什么？你姓花？难道说你就是天下第一独门五毒蛊的花家？子夜丸的配方都出自我五毒蛊，你竟然敢给我们村下毒，我看你胆子真是不小。人都在这儿了，辛苦了。我知道你们有几分本事，我今天栽的一点都不冤。我告诉你们，我青蛇寨上头的贵人乃是中书令贺廷芳，你们惹得起吗？贺廷芳，那还真的是冤家路窄。各位，把这些人通通押到后山山洞里，我要亲自审问。芝芝，伤到哪儿了没？哎呦哎呦，疼吗？娘，你们在房子里抓到王八了吗？啊，什么王八呀？这孩子。许久不审视了，这手段也生疏了。你啊，天生神力，这戏法活你干不来。这些证据足够让贺廷芳掉脑袋了，但以咱们现在的身份是不能送官的，只能另寻他法了。你以后可不能再胡闹了啊！华大夫说了，得安心休养。娘，我要休养的话，是不是就不用念书写字了？你这是运气好，擦破了点皮，但是这读书还得日常念的啊。这运气好的真不是地方。芝芝，英姨，阿彻来了。阿彻，英姨，我听说昨晚芝芝受伤了，本来我想抓条大鱼给芝芝补补，结果只抓了。阿彻有心了，阿彻，你在这玩会儿，爷给你炖汤去啊。
还疼吗？睡了一觉就不疼了，还没有背书的时候脑袋疼呢。等我好了，带你上山抓兔子。芝芝，我不能再跟你抓兔子了。为什么？其实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啊？我打算回长安了。你要回长安？对不起，芝芝，青蛇寨的人才会来村子，才会让你受伤。可是想抓我的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到时候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歹徒来到黑匪山，村子永无宁日。没事的，阿彻，我爹娘很厉害，还有秦爷爷、孔武哥哥、花大夫，村子里的大家都很厉害，他们会武功，会救人，谁敢抓你，他们就把他抓起来喂狼。不，芝芝，我已经给村子添了不少麻烦了，我不想再有人因为我出意外，我一定得走。不行，我不许你走！芝芝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，芝芝？爹，你快劝劝阿彻，他想回长安。村长，我已经给村子添了太多麻烦了，我想我还是回长安吧。阿彻，我既然答应了你爹，把你留在村子里面护你的周全，我就一定会说到做到。而且我已经让阿宝去军营里通知你爹了，让他演一出好戏。放心吧，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长安的幕后黑手再来寻仇。皇上，中书令贺廷芳设计掳走我儿薛彻，如今我儿生死未卜，求陛下为臣做主啊！陛下，微臣冤枉。大理寺早已查明，青蛇寨劫走你儿子，与我有何关系？贺廷芳，你个老匹夫，敢做不敢认，就是你指使的青蛇寨买凶杀人。如今青蛇寨无一生还，你敢说不是你做的？队长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儿子丢了就去找儿子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借题发挥，报当年西北先锋营之仇，这是两码事。再说了，西北先锋营里啊，你就清白吗？1200人，还有我大禹的国之栋梁，黑凌云黑将军也都被你给害死了。够了！朕提示你寻儿心切，为把你从西北军营调回来，你竟然在朕面前口无遮拦。薛家公子失踪案和西北军营先锋案，大理寺均已查明立案，若无他事，你速回西北军营。看来薛彻多半是死了，才让薛玉成从西北军营回来，在圣上面前不管不顾的攀援。都5月了，还有倒春寒，今年这恶劣天气，西北的将士们过冬怕是难了。芝芝、阿彻，你们去哪儿？我带阿彻去看棉花。种了1个月棉花了，这种子还是不发芽。六伯别担心，棉花很快就会发芽，长高高的。芝芝说会，那就一定会。芝芝，长安城棉花都不多见，就算种不出来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阿彻，你放心吧，棉花一定会长出来的。棉花长出来了！这，快！哎呀，真发出芽来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棉花长出来了！长出来了！棉花长出来了！这是我们村的大复兴啊！趁今年大丰收了，明年我们就有新的棉衣穿了。到时候不止我们拿到县城里卖，让其他的人穿上暖和的棉衣，赚好多好多的钱。芝芝，你最近怎么那么爱钱？有了钱就不怕大坏蛋把阿彻抓走了呀。哦，那是得多挣点。按照今年的情况来看，今年又是大丰收。那村里的房屋不多了，要不再盖几间？我其实正有此意，而且村子里面的人数会越来越多。
我打算把村子里的布局重新布置一下，把一些仓库区、物料区还有练武区这些通通都给安排上。阿宝，沙宝来了！好叔，是我父亲的传信吗？信上说了，这些事情都已经搞定了，你可以放心在我们村子里待着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抓你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们能天天在一起玩了。这芝芝啊，真是来解救天下苍生的。玉成在信里面还说，今年天气恶劣无常，不知道怎么准备棉衣服。他们这些棉花都已经长出来了。我们村四季如春，也用不上什么棉花。回头让村民再种一些，送到西北去。姨娘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别怕，阿宝很乖的，不会咬你的。芝芝，我摸到老鹰了，摸到老鹰了！芝芝，他啄我。阿宝不能啄阿彻，他是我小弟。我才不是你小弟！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被贺廷芳追捕，宋玉，他们还打上了宋家制墨秘方的主意。爹，宋玉是谁？仔细阿兄，仔细阿兄。嘿，宋玉啊，是智墨世家的长孙。前几个月，宋家被何家流放，不过那个时候恰好宋玉他也不在京城，躲过了这一劫。但现在已经不知所踪。根据这一份口供，宋家被定罪，跟贺廷芳跟青蛇寨都脱不了关系。原来这个贺廷芳，他早就想把宋家的松烟墨据为己有。松烟墨那是什么？就是用松木烧成的烟做成的墨，天下文人都用松烟墨写字，一半松烟墨出自宋家，宋家因此发家，拥有100万家私。我们山上也有树，不能自己做吗？制墨并非易事，没有秘方很难做成的，不然贺廷芳也不会如此大费周章陷害宋家。这贺什么芳是财迷吗？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占为己有。芝芝，你说的是也不是？贺廷芳能做到如今中书令的位置，肯定是缺少不了钱财来笼络人心。他的位置越高，结交的人越多，这花销自然就越大。他为了牢牢把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，只能不断的贪钱跟找钱。好村长久居乡野，认识我爹，认识宋家，还对长安和朝堂之事了如指掌。看来好村长绝非等闲之辈。这贺什么芳实在太坏了，他不是想抓人制墨赚钱吗？那我们也制墨，做的比宋家的松烟墨还好，他就挣不了钱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？要是没有制墨秘方的话，书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去问秦爷爷，他见多识广，说不定有什么主意。芝芝，等等我们一起去。想扳倒贺家，报仇雪恨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一定会陪你。宋家被满门流放，我当年裴家满门抄斩，都是贺廷芳搞的鬼。如今帮宋家，亦是帮咱们自己。哼！阿彻！芝芝，花姐姐，什么事啊？阿彻，走，上山采蘑菇，我要制墨。采蘑菇和制墨有什么关系啊？昨天我问秦爷爷该怎么制墨，可惜秦爷爷也不懂。后来我就想，为什么一定自己制墨呢？我可以花钱雇人呀，但是我的零花钱太少了，根本就雇不上人。我就想跟花姐姐采蘑菇，卖了换钱。这思路不错。哇，好漂亮的蘑菇！不能碰，这些都是鬼散，有剧毒，不能吃。不过旁边这一颗是散百鬼，可解鬼散之毒，
你呢，也认清。花姐姐，你真厉害，会治病，还会识毒。医毒本就不分家嘛。野鸡，快去抓！芝芝，小心脚下！芝芝，求求你们，给我口吃的吧。抱歉，诸位，我实在是太饿了。不碍事，够吗？不够再给你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出现在后山的落叶堆里？我叫宋玉，逃难来的，一不小心就在山林里迷了路，又饿了好几天，还好被你们救了。叫宋玉。怎么了？芝芝，不会这么巧吧？你家在长安，有人在抓你，你会治松烟木。怎么回事？浔州地处偏远，怎么还有人认识我？难不成这个村子里都是贺廷芳的人？你认错人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啊！裴凌云，子信阿兄，你还活着？我是宋玉啊！花大夫，你们先出去。走吧，芝芝、阿彻，我们出去玩。裴凌云，子信阿兄。裴凌云，这不是我爹说过曾经名满长安的少年将军吗？8年前，裴凌云率西北先锋营1200人追击倭寇，陷入包围，无一人生还。没想到他还活着，难怪我爹如此放心把我留在此地。爹爹，这个会织墨的宋玉会留在我们村吗？多亏了芝芝，我才能遇到子信阿兄，我会留在村里织墨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下就能挣大钱，打倒大坏蛋，阿彻也能放心的留在黑北山了。小宋哥，芝芝，小宋哥哥，我过来跟你一起看书，2个人一起，2盏灯更亮些。我爹说过要物尽其用才行。也行，但是你可不能吵闹。放心吧，我要专心做功课。今天给我安排的功课还没完成。芝芝，你的灯好漂亮，居然还有个琉璃罩子。忘了是捡哪个江洋大盗留下来的，大家也觉得透亮好看，就给我用了。好吧，虽然子信阿兄给我介绍过村子里的状况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芝芝，你在做什么？就差1笔就写完了，反正都是黑色的，凑合一下吧。我知道了，是油，是桐油，桐油可以织墨。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！老爷，涨了！今日市面上的松烟墨涨到2000场一户了，整整翻了10倍不止。宋家倒台，宋家磨坊停工，民间库存的松烟墨只会越来越少，松烟墨必会大涨。虽然宋玉还没找到，不过手头囤积的松烟墨，我们可以狠赚一笔。老爷英明。告诉底下的人，涨到3000钱一户的时候，就出手。是。这墨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
芝芝辛苦了，你歇一歇。小宋哥，你的墨做完了吗？第一批已经成型了，马上就开始第二批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看你做好的墨呀？大家都很好奇。就今天，等村长带大家到齐了就看。芝芝，你长黑胡子了。现在好了。阿玉，人齐了，可以开始试墨。嗯。顺滑流畅，粘性也适中，聚墨而不散，不错，真是个好墨。好。这批用了多少墨地？约莫50户。那下一批大概什么时候成型？下个月初。这样，我们就先把这批墨拿到县城里笔墨斋试卖，这个价钱方面比松烟墨要低。我们先看看试卖情况怎么样，后期再定要多少量。我和阿彻也可以去卖墨。怎么卖墨啊？我和阿彻可以在县里赶集赶地摊。以前我跟娘卖过蘑菇，大家可爱来买我的蘑菇了。好，这也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。明天我和姨娘就带你们去县城里卖墨，好不好？好耶，好耶！李兄啊，你那还有松烟墨的存货吗？我是真着急呀。谁不急？自从宋家合租流放，市面留存的松烟墨价格一路飙升，这都已经超过2000钱一户了，简直跟抢钱一样。可是我手里也没货，就挣不到钱，干着急呀。宋家倒台也就罢了，问题是现在市场新墨品质大不如前，书写起来手感也是大打折扣，好墨呀也是有价无市啊。是啊，来，可惜啊，我们这些文人日日都要用墨，现在墨没了，我们连字都写不起了。卖墨了！有烟墨嘞！走。卖墨了！新鲜的油烟墨嘞！芝芝，你这是卖墨又不是卖蘑菇，哪有这么卖墨的？嘿嘿，都一样，能招客人就行。阿彻，咱们一起喊。要不我还是算了吧。那哪成？别怕，跟我一起喊。卖墨了！卖墨了！大点声！卖墨了！新鲜的油烟墨！哎，小娃娃，你这卖的是墨还是馍呀？怎么还分新不新鲜呢？我们卖的是写字的墨，不是吃的馍。我的墨可好了，是油烟做的，松烟墨还好。哎，我卖墨20年，山大禹从来只有松烟墨，什么时候听说过有油烟墨？你们该不是趁现在松烟墨涨价，故意搞点噱头来骗钱的吧？就是，哪来的什么油烟墨？假的吧？我说，你们不识货，还怪起我们家的墨来了，简直是孤什么来着？孤陋寡闻。对，孤陋寡闻。诸位，我是黑匪山良民村村长，好人。正如我女儿所说，这些的确是油烟墨。如果诸位不信的话，可以现场试墨。好，我来试。好墨！哎呀，好墨，字迹流畅细腻，不渗透不晕染。虽然手感上跟松烟墨有所差别，但完全不输上等松烟墨。郝村长是吧？这墨怎么卖啊？你刚刚还说我们骗人的。是伯伯孤陋寡闻呐，伯伯这就给你们赔礼啦。不过这墨，诸位，这些墨呢是我们村新出的试卖品，如果后续还想订墨的话，可以到我们良民村订购，按墨店品位定价，200钱到1000钱不等。
但今天这里只有50户，每户只需要100钱。什么？100钱？这么好的墨只要100钱？这样，这些墨我全要了。哎，都要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乃寻州刺史，顾景氏也。得了吧你，刺史大人怎么可能有时间来跟我们抢墨呀？一边2个去吧。哎，郝村长，我要20户，每户给你200钱。我是寻州刺史，我也要，我要20户，我真是寻州刺史。哎呀，你们别抢完了，给我留点。我们要墨。没想到我们这批墨卖的这么顺利，原以为他们用惯了松烟墨，用不了我们油烟墨的。当然了，现在的松烟墨能卖到2000钱一户。咱们的油烟墨好，价格又公道，不愁没销路。给我们一些墨吧。大家不要慌，村长还没回来，等他回来，一定会让你们买到墨的。他们不会都是来买墨的吧？村长还要买墨，我也要订墨。不要，给我留点，都有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能不能安排都有。给我，快点，村长，给我，我们也要订发了。喝鱼汤喽！喝鱼汤喽！喝鱼汤了！咱们村里的墨呀，现在广受好评，这是时候呀，该重新取个名字了。黑山墨就叫黑山墨。阿玉，你觉得呢？子清阿兄，多亏了芝芝，否则我也制不出这墨。就听芝芝的，取名黑山墨。爹爹，小宋哥，我们的黑山墨会挣很多很多钱，还会成为贡墨的。芝芝，我们宋家的松烟墨呢，是耗费了3代人的心血才研制出来的，黑山墨才刚研制出来，想要成为贡墨，路还长呢。我相信芝芝，她说行就一定行。来，吃饭。哎，这黑山墨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100钱流入市场，坏我好事。老爷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们屯间这批松烟墨再不出，就砸手里了。我好不容易抄了宋家，而这松烟墨现在却变成一堆不值钱的玩意儿，究竟是谁在跟我作对？老爷，黑山墨是从岭南寻州流出来的。看来宋玉去了岭南寻州，制出了这黑山墨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在帮着宋玉？去把银河明水叫过来。是。感谢大家能前来捧场，恭喜！大家里面请。好，欢迎。听闻这黑山酒楼开业，顾某特意前来祝贺，一点小心意，还望收下。感谢顾大人。来人，把牌匾给我挂起来。酒楼真气派啊！郝村长多亏了您带领村民们制墨，这陛下下令减免寻州百姓1年的赋税，还赏黄金100两。我顾某跟着沾光受赏啊！顾大人，您言重了。来。对了，郝村长，这村里以后要是开展产业，您尽管找我，我一定大力支持。那就多谢顾大人了。我们家的黑山墨能成为贡墨吗？当然了，芝芝家的黑山墨可有名了。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黑山墨成了贡墨，成了贡墨。顾大人吃鸡腿。好嘞，谢谢芝芝。郝村长，这黑山墨人人都能用，但贡墨毕竟是皇室专用，您这边做工应该还精细一些。顾大人，您放心，我们那有一款龙墨，工艺更为精致，用料也更为珍贵，作为贡墨再合适不过了。阿玉，这些事情交给你，
包在我身上。甚好，甚好。来，黑山酒楼，看来黑山墨就是从这个村制出来的。打他们怎样？良民村统一听他们村长好人指挥，这黑山酒楼也是他开的。看来这黑山墨让他赚了不少钱。直接动手目标太大，不过他有个6岁的女儿，那就抓他的女儿当要挟。好。秦爷爷，你快点，山上的果子都熟了，再不快点，都被鸟吃完了。好好。小蛇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啊！哎呀！秦爷爷，你怎么了？胡野梅花镖，你是江湖大盗顺风耳。你们遇到了我，就是找死。你去对付这个小的，我来对付顺风耳。你把你娘叫过来帮我，谢谢你了，小蛇。好，村长，人都在这儿呢，事情没闹出大问题，孩子们都没事吧？都没事。你是裴凌云，你居然没有死！你们是贺金芳派来的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不管是你们口中还是身上藏的东西都没有。老金，去把花大夫请来，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们招供。好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你们两个记住啊，这画画呢，要这么画。心中有画才会善画，且虚实相生，运笔不可太快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去试试吧。画的不错，智智啊，为何你画的画鱼却在天上，鸟却在水里？因为鱼可能想上天，鸟只想下水。好，画的不错。多亏爹教的好，爹说要虚实相生，我才这么画的。他们都招了。他们体内有蛊，一旦死了，控制他们的蛊虫也会死，对方便会察觉。太麻烦花二娘，吊着他们这口气，暂时还不能让幕后之人插手。那俩杀手，该不会是冲你来的吧？敢在我黑匪山的地界杀人，谁给你们的胆量？我是。坐。
他们是冲着宋月来的。咱们的黑山墨现在这么出名，贺廷芳手里的松烟墨自然就不值钱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当年追杀我的人也是他们俩。那贺什么的好讨厌啊！先是抓阿彻，现在又抓小宋哥，以前居然还抓过爹。我什么时候打倒他？芝芝，爹爹答应你，这个贺廷芳恶贯满盈，我迟早会杀了他。那你还愁眉苦脸干啥？这个狗东西，竟然贩卖私盐！什么是贩卖私盐？官家才能做盐，但官盐价格高，盐税重，盐户入不敷出，为寻利润，便会卖私盐。长此以往，国库的钱就会少很多，赈灾打仗的时候就会没有银子。那官家把盐价格降下来，也不用百姓太多钱，大家不就不买私盐了吗？我刚不是说了，那样国库会没有钱，那像我爹那样戍守边疆的将士就没有军饷了。为什么非得百姓和将士吃不上饭？不能让长安城那些用国库钱的人少用点钱吗？宫中贵人们未必肯，那就换一批人去宫里做贵人。不能说，这是大逆之言。你做我小弟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行。哎，闹什么呢？摔着没？没事吧？没摔上，但是就刚才亲了一口。亲？没亲到。亲到了呀。没有就是没有。这下亲到了吧？阿彻怎么跑了？我跟他讨论私盐还没结束呢，我找他继续。你慢点啊！阿彻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莫名其妙的躲着我。我喊他一起出门，也不跟我一起出门。哦，对了，郝村长，贩卖私盐一事，根据您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已经查到了蛛丝马迹。只不过那群人很谨慎，必须搞到证据。卖糖葫芦嘞！哇！爷爷，我要买2个糖葫芦。好嘞，小丫头。来，你拿好了。我要带回去一个给阿彻。哼！你给我站住！还我糖葫芦！芝芝怎么不见了？芝芝，芝芝，芝芝！郝村长别着急，我这就派人去找芝芝。哪儿来的臭丫头？我才不是臭丫头！这位大叔，你撞坏我2个糖人，你给我赔！嘿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你今天必须赔！哎呀，你个小兔崽子！这小丫头不简单，快把东西给我！你赔我糖葫芦，我就帮你捡回来。芝芝，芝芝，哪个杀千刀的，把书丢到了老爹的猪圈里？芝芝，芝芝，没事吧？这是私盐账本。果然是私盐账本，芝芝，你真厉害！顾大人，我先带芝芝回去，有什么事儿您随时找我就好。好。顾大人好喜欢那本沾满猪粪的书啊！芝芝，说到底，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看书了。爹，阿彻不和我读书，我就忘了，他躲我好几天了。阿彻的生辰，你送他个礼物就好了。阿彻生辰就要到了，那我要好好给他过。好。
阿彻，阿彻，快出来！你干嘛躲着我呀？我才没有躲你，我要看书，我就不出来了。我可以陪你一起看书呀，快开门！这是阿彻，祝你生辰极乐！生辰极乐！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辰？我爹告诉我的。阿彻，我送你的生辰礼物。芝芝，为何给我画的那么大？阿彻，作画要讲究突出重点，虚实相生，这样才能把你显出来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收入怎么少了这么多？老爷，青蛇寨没了，这就少了一笔收入来源。松烟墨低价出售，差点连人工费都没挣回来。再加上岭南那边私盐被查，咱们其他几条私盐不敢再轻举妄动，都暂时停了，就少了很多进项。这也有段时间了，明河明水怎么半点消息都没有？这蛊虫没死，他俩没事，为何没有半点消息？何事？黔中道暴动了，陛下召您速速进宫。伯伯、婶婶们，快来，要开饭了！哦，开饭了！哎呀，终于有吃的了。你们慢点吃，等会儿上山了还有吃的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人人都有。拿了吧你！你怎么抢这个大叔的馒头？看他这样子，也活不了几天了，吃了也是浪费。小妹妹，我还没吃饱呢，再给我拿2个馒头。我不给。臭丫头，你不想活了你！风哥哥打得好，打得好！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我们这些流民不被待见，到处被驱赶，你们愿意接受，还给这么丰盛的食物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大叔，你快吃馒头。大家不必担心，每个人都会分到足够的吃食，只要遵守我们村的纪律即可。谢谢。诸位，我是良民村村长好人，我知道大家一路逃到岭南多有不易，只要你们愿意在这里落户，只要你们肯干活，就会有衣穿，就会有饭吃。哎，只要有口饭吃，能活着就行。你们居然只想活着，有口饭吃，那为何要造反？如果不造反的话，你们还可以好好活着，就不用这样流离失所了。为什么要造反？我问你，无饭可吃，无衣可穿，无药可治，哪里有好日子？这样的日子，谁人不烦？长安城的贵人都不问缘由，直接派兵来镇压。他们过惯了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哪里知道我们有多苦？凭什么我们家里的老母幼儿饿死，
那些狗官奸商也该一起下地狱，谁都别想好过。阿彻，你还不回去休息啊？芝芝，你说的对。什么？那就换一批人去宫里做贵人。有的人不会做贵人，就换一批人做贵人。长安城那些贵人和官都会换掉的。芝芝，你说会换，就一定会换。怎么感觉良民村扩大了不少？可不是，我爹都打算让孔武哥哥教村民强身健体了，这样干活有劲儿。走，我们去那边，那边是爹爹刚开出来的荒山，我们进去抓兔子。芝芝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们两个准备去哪儿啊？抓兔子。抓兔子？村长，我们自己会出，你快进去看看芝芝。兔子别跑！坏兔子，我让你跑！哎呀，兔子出了好多血，把地都染红了。兔子没出血啊？太奇怪了，地上怎么那么多血？芝芝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这是铁矿。怎么一个人啊？我爹一直都在开出来的荒山那里，我娘也去了，田爷爷、孔武哥哥、花大夫他们都去了。这是铁矿。我陪你等好说。啊。好说，今天晚上就在这睡。好说，我爹爹说，铁矿可以冶铁制农具，还可以造兵器、盔甲。在大禹任何地方发现了铁矿，要及时报知朝廷。那如果好叔不打算报知朝廷呢？我也不想好叔报知朝廷，他们不配。各位，咱们村里面作坊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大了，再加上咱们人人习武，所以我打算新开设个铁作坊。大家有什么需要打的器具都可以来收收。给伙房打2口大锅，再来几把柴刀。竹子、镰刀、铁锹、铁钩。我要打一个铁蛋糕。能不能给我造一把剑？好，我给你做个弹锅，再给你做一把剑。我也要剑。我也要剑！既然大家都想要剑的话，我会通知铁作坊给乡亲们多做一些。但是因为暴乱的事情，朝廷对剑的管控一直都很严，我会先把它收藏到仓库里，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。打兵器了，打兵器了！夏末刚至，这薛玉成已经上了3个折子，全是崔琛给西北将士发放冬衣。他明明就是担心朝廷供不起西北将士的冬衣呀。臣倒是有一计。说，西北军需推阻不得，朝廷又难以赶出这么多的民夷。但岭南最近发展不错，前有黑山漠民震大雨，后又接收了不少黔中道的难民，不如今年就让岭南赶制西北冬衣送过去。岭南那个穷乡僻壤之地，怎么可能制作出数万的将士冬衣呢？云州刺史顾景甚有担当，唯以此事必无余也。若顾景怠慢此事，可严惩之，以尽
岭南诸官使其各尽其职，不敢怠慢。爱卿此计甚妙，哈哈哈，准了。13。爹娘，我们村多了好多人，以后应该会比现在还要多好几倍。我们这儿的人已经很多了，再多下去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叫黑匪山了，叫黑匪乡了。快吃饭吧啊！顾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还这么匆忙？长安千里加急送来诏令，命玄州准备西北将士们的冬衣，制成之后立刻发送过去。思来想去，想着只有郝村长这边富裕一些，所以特地上门来。后言，求您帮忙。是不是送给西北的薛家军穿的？正是，就是听说薛将军再三上令，请求朝廷提早准备将士们的冬衣，这才有了这道旨意。那薛家军一定很需要好的冬衣抗寒。那我们就送很暖的棉衣去。顾大人，你莫慌，此事尽管交给我保证咱们西北军都有冬衣穿。多谢郝村长，多谢郝村长。只是，郝村长，准备军需不是一件小事，一个不慎，可能就是一项罪名落下了。郝村长，您可想清楚？郝村长，你有任何需求，尽管告诉我，我顾某一定竭尽全力的相助。顾大人，您言重了，只有一事请您帮忙。请说。麻烦您在全城张贴告示招募，以便应织造之需。好，招募之事，我这就着手去办。告辞，那我先走了。顾大人，这顾大人，吃饭吧。吃饭吧。村长，这棉花采土序，收花恐怕得1个月。是啊，这开花需要1个月，这织成棉衣至少还要1-2个月。到时候这些棉衣送到西北，肯定会来不及的。好说，我爹说西北那边入冬早，而且冬天会很冷很冷。我给你们多浇水，你们快点收花好不好？你们好棒！快给棉花浇水，他们答应我了。爹爹，棉衣都做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送棉衣去西北呀？是这样，朝廷呢会派人过来收棉衣，同行的还有越王。等这批棉衣都送到西北，咱们就可以起身了。越王也来？他是谁呀？阿彻认识吗？是三皇子慕容帝，母妃是惠介于裴叔。我爹说越王早年十分聪慧，后来裴家出事，他被人推到水里，救上来之后就成了傻子。越王好可怜。猴子，你们是小猴子，走开，走开呀！这怎么回事？洪武哥哥是说他在后山被猴子追，然后你们救了他，他脑子不太清醒，以为你们是猴子。猴子，你们都是猴子，你们都是猴子，好吵！爹爹，我怎么觉得他跟你长得有点像？你是不是在外头生了新孩子啊？芝芝，这是三皇子慕容帝。我这是在哪？在我家。小舅父，是你吗？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你们不可以对外泄露半句。哥，咱们去吃早饭。哥，走。好。
快来打饭，你先来。别不好意思，婶子特地给你占的位置，你先打饭。不吃辣是吧？给你整点不辣的，待会蘸着馒头吃。哎，来。哥，我已经给村民们介绍过你了，大家都很心疼你。哎呦喂，你们看小弟长得多标致，真不愧是村长的外甥。可惜呀，怎么有这么个蠢的爹呀？就是啊，娶那么多小妾，就让这孩子受欺负，活不下去了，只能跑来投靠咱村长。貌美的娘，混账的爹，争宠的妻妾，只有咱们小弟是破碎的。回来啦，小舅父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也不用装傻了。我现在能做些什么？不急，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好好休息。等我把民医从西北送回来，咱们再说。朝廷派的前兵部尚书秦孝秦大人跟我不是一块来的，但我估摸着时间，他应该已经快到了。前兵部尚书秦大人被革职了。我爹说秦大人是好官，他在兵部至少不会克扣将士吧？是啊，之前黔中道暴动，秦大人不赞同直接派兵镇压，与贺廷芳政见不同，于是父皇就以他年迈为由，让他告老还乡了。那这次为什么又派秦大人验收？因为浔州穷乡僻壤，没有什么油水可捞，这趟苦差事也没有人愿意来干，所以啊，是秦大人主动请缨的，因为他心向军资。哥，那你为什么又被派过来了？岭南是我的封地，皇子满16岁就会被外派到封地，我今年刚满16。哥，那你以后是不是不用回长安了？是啊，未召不得回。这还真是巧，当年裴家满门被流放到岭南，如今却把这块给你。是啊，他们就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别讲了，你们两个陪哥哥在村里四处逛逛，行吗？走，我们去抓鱼。你今天念书和练字还没？没有。慢一点啊！别闹了，小心摔了啊！秦大人，今年给西北战士们准备的冬衣就在此处。你们在此处等候，我与顾刺史上山。是。撤！怨我！当年裴家冤案，我上奏请陛下彻查，等来的却是被贬岭南之地。唉，王爷不是装傻充愣，他也活不到现在。裴家除了宫里的那个娘娘，满门忠良都已经不在人世，真是可悲呀！我裴家尚有人在。裴凌云，裴将军，您不是？12年前，我与胡人一战，贺廷芳他假传圣旨，使得薛家军数万将士丧生，后又以谋反之罪，害我裴家全员流放岭南。在路上，我们裴家全员被贺廷芳所劫杀。你既已知晓事情全部，为何不上报天听，让陛下还裴家一个清白？清白？这一切都是那个高坐之人的意思。身为臣子，若为民驾于帝王之上，那便是死罪。我裴家是，薛家也是。皇上真是糊涂啊！糊涂？我裴家上下枉死，薛家军数万将士丧生，他岂只是糊？吾父受先帝所托，尽心尽责辅佐先帝于8载，临传仁政之道，意欲授于国事之上。于国事鞠躬尽瘁，可昏君无道，使吾父罹难。这种人，他岂配为明君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自然知道，我裴家清白，无人可讨，我便自己去讨。你祖父、秦表哥、顾大人，我薛氏一族累世忠君为国，我曾祖父、祖父及伯父皆战死沙场，然我祖辈与薛家军亦大于百姓。若君上轻贱人命，视如草芥，何以尊其为君？无道之人，他不配为君。祖父，秦大人所言甚是。若事无明君，吾当舍君取义。各位，你们今日上山考察之事，山下还有其他将士在等候，现在可以下山了。裴将军要做什么？秦家军陪你，赌上全族性命。我顾某也愿意。越王那边的事情，还麻烦顾大人您多照顾，
不日，我便与秦将军一同下山，给西北军将士们送上棉衣。将军，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，兄弟们现在还穿着去年的破袄在御寒，这勉强还能在帐外撑2天，可再过10来天天更冷。也不知道今年送的冬衣如何，去年送的冬衣还不如老子扯块布缝呢。想来今年的冬衣还不错，毕竟是裴凌云带人做的。报，将军，冬衣送来了。这衣服是什么布料做的呀？我还没见过。管它什么布料，穿着暖和结实就对了。这衣服真扎实，一点没看线，这手还能见里面暖和暖和。这衣服是棉花做的，里面还有个小口袋，放东西很稳妥。你们2个小娃娃知道的还挺多，你们也裁衣服了不成？我们没裁，但是我们帮忙摇纺车，还帮忙送水送饭了。真棒！看来这衣裳还有你们2个的一份功劳。你们家里大人呢？我爹被将军叫回去问话了。将军太凶，把老实巴交的村民都得下跪了。难怪我这些年找不到证据，也等不到公道归还，原来都是那人指使贺廷芳所为。12年前，我才16岁，我的父兄叔伯全惨死在我眼前。凌云，你所图谋的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日成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把这些供词给我看，不就是想让我反吗？秦老、3朝元老为人刚正不阿，都愿走这条路，足以说明这郡不值得我们忠。慕容羽不辨忠奸，忌惮世家，任由奸臣当道，甚至独到愚昧，大于将士生死，更边关百姓的安危。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为天下共主。阿彻，我们去那边玩雪。好。袁叔叔、张叔叔要跟我们一起去玩雪吗？行，那咱就陪2个小孩。你们来追我呀！你们来追我呀！芝芝，芝芝，好多宝贝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芝芝，娘嘞，在这里守这么多年，就是没发现这里还有宝藏。将军，还有好多呢。以后啊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军需了。朝廷拨的不够，我们自给自足。谁发现了宝藏？是芝芝，她一直都很幸运。这些棉衣能制成，都是当初芝芝要种棉花。女娃娃，你可真是个小福星。此事不可再让其他人知晓。你们2个去挑几个信得过的人，守好宝藏。是，将军。爹，芝芝，哎，你这臭小子，就知道追着芝芝屁股后面跑。看到我这个爹，你都不知道陪爹多待一会儿。很有气势，很震撼，也很有安全。无人凶残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击退他们。那如果黑山乡的人都这么厉害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支队伍了？我们黑山乡也会变得更强大，什么敌人来了都不怕。芝芝，你想练兵，回村里，我跟你一起。这是秦晓刚刚上的折子，
说寻州那边已经完成了西北东迷制作。贺爱卿，你觉得这应该如何赏赐？秦老为人严苛，如此庞大的棉衣需求，竟然是一个叫做好人的村长带领乡众完成。棉衣的质量还能通过秦老的考验，想来是有几分本事。确实是有几分本事。之前的黑山墨就是出自这个村。在背后帮宋玉的是他。朕决定封好人为皇生。贺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英明。军长，我给你留了棉花种子，跟种植技术最好的村民。与其靠朝廷，不如咱们靠自己。你家的闺女真是个小福星，这些种子起码够我养兵3年。3年的时间，足够改天换地了。我家这小子也挺喜欢你家闺女，咱俩做亲家也不错。秦老，有什么事吗？长安来的消息，陛下要封你为皇商，圣旨很快就下来了。不过，秦老，有话不妨您直接说。贺廷芳会亲自来送圣旨，恐怕来者不善，你要小心。你们去西北怎么样啊？可好玩了，有好大好大的雪，可以打雪仗堆雪人。你喜欢下雪，我们以后再去西北玩。丽儿，你这边情况如何？从长安随我来的那些人认为我是个傻子，到最后呢也没想着追我一下。最后我跟顾刺史联合设计，把他们关进了牢里。好，哥你真厉害。对了，小舅父，村里的护卫队已经开始着手了。可以用薛家军的训练方式，我看过一遍，都记住了。回头我画下来。好，回头等你画下来。不过现在呢，先把饭吃完。吃完饭我就送你礼物。来，阿彻，这是你的；芝芝，这是你的。哇，好亮！我想穿上试试。我要睡觉时候也很威风，像薛伯伯那样。我爹睡觉的时候不穿铠甲。这铠甲你们都先试试，有什么建议呢？就跟铁匠坊说。我打算给黑山护卫队每人配一身铠甲。芝芝，你倒也不必一天到晚穿着铠甲。我好看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但你一直穿着，不觉得累吗？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是暗号，村里发生大事了，在海人集合。各位，弥婆人已经攻打过来了，岭南护边军抵挡不住他们了，很快就往寻州这边来了。我才来这儿安家，好日子没过2天，怎么就打仗了？我不想走，不想离开黑山乡，哪儿都没黑山乡舒服。他娘的，大不了跟弥婆人拼了。就是。对啊，都别吵了，咱们听听好村长怎么说。如果现在想离开黑山乡的，马上就可以走了；如果不想离开的，接下来听我的安排。我们可以先在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其四面环山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黑山乡群山环绕，易守难攻，只要不让弥婆人打进来，我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朝廷援军。孩子们怎么办？要不要送出去？我和阿彻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你们不要把我们送出去。我和芝芝是黑山乡的一份子，我们也有余力，可以帮助大家。你们中如果有想把自己孩子送出去的，我绝对不反对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芝芝和阿彻送出去。孩子送哪儿都不如留在黑山乡安全。就是，干脆不如建立一个集中营，把孩子们集中起来，这样我们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嘛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先通知全乡的人，今天晚上就开始备战，时刻准备。好。弥婆人出兵的速度倒是快呀，这么快就打到寻州了。老爷，
岭南起了战事，我们还要送圣旨去寻州吗？送，当然要送。不过，要等到这场仗打完。我不管你什么来头，跟我作对，便是死路一条。这个皇商也要看你有没有命做。居然还有这么隐蔽的地方，附近城镇都空了，看来是都躲到了这里。陛下，这黑山乡正是大禹中书令贺廷芳要我们攻打的地方。看来这里很富有，传令下去，即刻攻打黑山乡。诺。陛下，有毒虫吗？全军突撤10丈，撤！活养的蛊虫总算派上用场。花姐姐他们又回来了。他们竟然可以让马那么听话，连抬哪只脚都可以。南蛮诸国以马为战旗，他们打仗用马，故而善驯马。花姐姐，风舞哥哥让你休息。有毒，捂住口鼻。冲着他们打没用，瞪着马眼睛打。殿下，殿下，撤！你俩先挡着我们撤。守住了，我们守住了。我知道了，古武哥哥，我们下去捡战利品。跟我走。这今日来的可有1万余人，也就5000多人，他们大概也没想到会这么难攻。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，那下次来必然会准备得更加充分。他们会来的，最快今晚，最慢3日，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芝芝，我在这里，你别怕。阿彻，迷婆人又来了，我去看看。我们赶下去肯定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芝芝，是阿宝，阿宝来了。阿宝！陛下，这太邪门了！半夜无人冲进鹰群啊！撤！这！芝芝，迷婆人退兵了，我们又胜了。阿宝，谢谢你和你的朋友们！我来抓住这个迷婆人首领。芝芝，这太危险了！芝芝！陛下，黑山乡不好打，接连2次进攻，我们损失惨重啊！中书令在来寻州的路上，要在他到之前打下黑山乡。打不下怎么办？大禹朝廷的增援肯定在来的路上了，到时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？您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贺廷芳出兵岭南呐！你不懂，他答应把寻州划给我们弥婆国，叫我们打下徐州。鹰群又来了，不是鹰群，就一只，不必惊慌。
把他们埋在这里就好了，免得再攻打我们黑山校。空降陨石，成了俘虏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待遇。要不是遇到了天降陨石，我又怎么可能被这群乡民抓住？起来吃饭了，老实点。好好吃饭，老实点。庆幸你还有用，能换弥婆退兵，否则我早毒死你。走了。你们两个小鬼看什么？再看你这个大鬼！看了，然后呢？我们是来审问你的。你为什么攻入大禹？以弥婆之兵力挑衅大禹，只会失败。你为何要让你的将士白白送了性命？我不是好人，想打就打。是你们这些小鬼打的马眼睛，弹弓打得不错，力道很重。我们在问你问题，现在是俘虏，你要回答。好，我回答你，不是因为我是俘虏，而是因为你们弹弓打得好。那你回答我们。因为你们大禹的中书令把徐州划给我们了，只要我们打下来。徐州是大禹的，跟你们弥婆人有什么关系？中书令，你是说贺廷芳指使你打的这一仗？也可以这么认为。又是那个贺什么，他真讨厌，害得我们岭南百姓和黑山乡都遭殃了。我又不是他，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他的做法，在我们国家叫做叛徒，是会被杀头的。在我们大禹也是要被杀头的。那不一定，他可是你们皇帝的宠臣，他有这个能力把徐州划给我。你们弥婆根本都不是大禹的对手。他说把徐州给你，你就信了吗？回头再把你们赶出徐州，你能怎么办？更何况，在我们黑山乡的人，你也打不下徐州。我看你啊，就是被那个叫贺什么的给骗了。小鬼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又要审问我？你们弥婆那里有好多土龙呢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土龙啊，我没见过，但我听别人说的。土龙身体很长很长，会藏在水里，会在岸上爬，眼睛和鼻孔都长在头顶，很神奇。你说的那个，我们叫鳄鱼。你会画吗？啊？喏，就长这样，一口能吞一个你，还蛮有意思的。等徐州成了弥婆的领地，我带你去看鳄鱼。哼，徐州是大禹的，才不会成为弥婆的领地。哼。唉，说吧，小鬼，今天你又来审问我什么？我爹说，你们的人7天前就已经带兵南撤，离开了徐州，回去了你们弥婆。今天送你离开。小鬼，其实我也不很想打这场仗，本来就可以不打。走你！陛下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感觉陛下您还胖了？吴娜，别哭丧个脸了，我没事。这里的饭比我们军营里做的还好吃。哎，陛下。喂，小鬼，我今年17，还未娶妻。等你长大，我娶你做王后。哼，你做梦！芝芝才不会喜欢你。对，我喜欢阿彻，我以后做他的王后。小鬼，到了弥婆，我带你去看鳄鱼。阿彻，这就是土龙。
不过阿纳罗说叫鳄鱼，他们森林的湖里经常能看到。你把阿纳罗当朋友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他差点带人杀进我们这儿，毁掉我们的村子，我才不会原谅他。他画鳄鱼的时候，看到他手背和手臂上有好多疤，好多好多。他跟我说弥婆像小的老鼠，像个蚂蚁，也不愿意被鳄鱼一样大的欺负。他不喜欢打仗，更不喜欢的是被别人欺负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虽然我不原谅他，但他好像也是身不由己。就是那个贺什么捣蛋，能把那个贺什么杀掉就好了。会的，好叔说过，他来寻州就是他的死。陛下，我们怎么跟大于中书令那边交代？哼，贺廷芳把我们当枪使，这一战死伤了不少将士，总得给他点教训。大于援军已到浔州，为避免与正面交锋，我们已撤兵回弥婆。黑山乡已成废墟，中书令大人可以放心前往。好人呐，好人，就算没死在战乱中，现在黑山乡却是一片废墟。这皇上啊，你也做不成。中书令带着圣旨，让我去浔州官舍去接旨去。小舅父，这是扰红迷啊！阿纳罗会攻打浔州，就是他幕后指使的。开战后才带着圣旨来，意图太明显了。爹爹，这个坏人就是想毁了黑山乡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必须要去。如果这一趟有什么意外我回不来的话，黑山乡就交给你打理了。小舅父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我也要去。这太危险，你们不准去啊！英姨，花姐姐跟秦爷爷去解决外面的收尾了。那就好。窝里这点侍卫，一杆长枪就能挑翻。好叔要是发现我们都来了，会不会发火呀？有我在，他不敢犯我。他就是那个大坏蛋，贺什么？啊！草民好人拜见中书令大人。你们的黑山墨名扬大于，这西北的寒衣也做得不错。圣上要封你为皇商，为振兴大于再立新功。不过我听说弥婆入侵，正好扫荡了黑山乡。你是聪明人。草民虽在岭南，但经常听邻里歌颂中书令大人，能为中书令大人效犬马之劳，是草民之幸。我可以助你重建黑山乡，不过每年要重奉7场。草民一定会竭尽余力效忠中书令大人。我们的黑山乡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重建？这抓住好人，把这死丫头给我射下来！啊！束手就擒，
子我就杀了他。姨娘，阿仁，别光，快走啊！芝芝，芝芝，阿彻，中书令大人，你说的全部要求我都答应你，求你放过我的妻儿。敖村长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既然这黑山乡还在，也不需要重建，那也就没必要留着你们了。不杀了吧！郝村长为寻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中书令大人不由分说的要杀他，我顾景第一个不答应。我带着圣旨前来，好人他不遵圣上，失仪不敬，顾自止莫非要包庇？郝村长为人老实，兢兢业业，对岭南乃至整个大余都有功劳，怎么到了中书令这里，就被不由分说的扣上了帽子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既然这样，就跟好人同罪。来人呐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怎么回事？这门外那些暗卫呢？都被放倒了。啊！这烟雾有毒！班长，下次你研制威力小点的实验吧。老头子神经吃了几药，也抵不住。好，客厅放人呢。好的倒是挺快，不过他吸了毒烟，应该走不远。我跟阿彻去追，你照顾好爹。小心点啊！老秦，你快跟上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啊。奇怪了，房间都找遍了，为什么还能飞天不成？我一直跟着你们屁股后头跑，都快把老爷子给累死了。新爷爷，我们找遍了房间，你帮忙找找看，这官舍有没有什么暗道密室之类的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输坏肚子了，是不是烟毒导致的？不知道，我肚子好疼，茅房在哪里？在那边，我刚看见过，快跟我来。哇，秦爷爷，你真厉害！我上个茅厕的功夫，你都能抓到这个大坏蛋。芝芝啊，你这个茅厕上的真好，不然爷爷也不能抓到他呀！啊！我乃本朝中书令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把我关起来！好人，你最好放了我。我受圣上之命来寻州传旨，若有好歹，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这世上还没有什么责任是我承担不起。裴凌云，你没有死！我身负血海深仇，怎么敢死？贺廷芳，我还想着怎么到京城去杀了你，万万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啊！裴凌云，当初都是皇上下令，我也只是听命于他。可你要抓我来威胁我爹，可不是皇上下的令吧？你也没有死，被裴凌云救了。不仅阿彻没死，就连宋玉也在我们这儿。黑山墨就是想宋制造的。这宋家满门被流放，难道也是皇上下的令吗？明明就是你想要夺取我宋家百万家产！
你们都该死！为什么都活着碍我的事？后卫大将军袁池领兵8万前来增援岭南平反，把我救出去，我一定让你们碎尸万段！是吗？丽儿，进来吧。不是傻子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装傻。我不装傻，我怎么能活下来？云池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那些乱臣贼子都杀了！我知道慕容羽非明君，也知道薛家有不甘，更知道裴家蒙冤。可造反是杀头，连累宗族的大事，你们听说我来了，完全可以瞒着我呀。袁将军，您多虑了。我们不是让你做什么，而是需要你什么都不做。什么都不做？你回长安，统领你的左武卫军，安安分分做你的将军即可。待到你需要出动的时候，暗地里通知你，保证不牵连你半分。这倒可以考虑。只是还有另外一件事，贺廷芳的人你要定了。希望袁将军不要插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充中书令大人！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瞪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是中书令贺廷芳。你是中书令贺廷芳，那我又是谁呢？都是假的！你们既然想找人冒充我，就算你们冒充我一时，到了长安也会露馅。假的又如何？就像你当年用了假圣旨，让我裴家满门抄斩。贺廷芳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还有回长安的机会吧？裴凌云，裴凌云，我当时也是逼不得已。我之前做的事，都是皇上下的令。我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把刀而已，并非是我想这么做啊。那就一五一十的把慕容羽的事情交代清楚。圣旨已经下来，我成为了皇商，必然要去长安城谢恩。别偷看了，都进来吧。娘，英姨，你们都听见了。芝芝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京城吗？芝芝愿意跟娘去长安。真乖。阿彻，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不，我要去西北。好叔，我知道你去长安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我会去西北，跟我父亲一起，助你一臂之力。真乖。芝芝，你头上的珠花掉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吧。阿彻，你真的不跟我们去京城吗？我已经决定好了，已经写信给我爹了。马上就要开春了，今年我会跟着宋冬一的队伍去西北，兴许我爹会设法给我换个身份，让我留在那儿。你为什么想去西北啊？我从小身体不好，活不过20岁，遇到你了我才痊愈，身体好了还能练剑。我想像我爹那样，做一个真正的薛家人，忠肝义胆，保家卫国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也许很快我们就能在长安见面了。我爹娘要去京城干大事，他们成功了，我们就能在长安见面了。对，芝芝，你一直都很幸运，有你在，好树一定能成功的。我希望大禹的百姓都能像黑山村的村民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你的愿望会实现的。现在这些口供上的证据足够让慕容羽退位让贤了。这事好说，到时候我假扮成贺廷芳上朝当众宣布就行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我担心的是，你假扮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露馅。小舅父，你们这样正面硬碰硬，太危险了。之所以我需要你带着闽南的兵，还有薛家军的兵，跟我一起清君侧。可是我带阿彻去长安城也需要时间啊。
所以郝叔是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等哥跟我父亲带兵过去，再顺理成章的改天换地。我这血有毒，可以让人老实听话。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决定。草民好人拜见皇上。哈哈哈哈哈！难得中书令大人对你赞赏有加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多谢皇上恩典，也多谢中书令大人夸奖，草民一定会为大禹江山再创新功。皇上，草民今日有遗物供上。好，好啊！罪臣贺廷芳僭越皇权，贪污受贿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，滥用职权，欺君罔上，生活腐化，种种罪行，罄竹难书。中书令大人，你这不是被人附身了吧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来人，请太医。我好得很，只不过是幡然醒悟而已。果然，当年裴家是被冤枉的。陛下，你怎么如此戕害忠臣？居然指使贺廷芳污蔑裴家谋反，一道严迟的假圣旨，致数万薛家军惨死，害了裴家满门。不止呢，前任皇上宋家居然也是被陛下跟贺廷芳联合密谋导致的。陛下基于宋家百万家私，这才指使的贺廷芳诬陷宋家，导致宋家满门流放。可笑，这真是太可笑了。薛家军驻守西北多年，阻止了胡人南下，陛下居然克扣军饷，还给边疆将士穿劣质棉衣。原来先帝和先太子也是被陛下害死的。我就说，当初他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怎么突然就上位了？他不配为君，不配为君！朕为民父母，滥用奸佞，致使忠臣蒙冤，吏治腐败，民生困苦，世事皆为亡国之相。朕不配为天下之共主，今禅位于三皇子慕容帝。今天呢，文武百官都炸开了锅了，太爽了！药物恐怕控制不了那位太久，我又不能入宫下毒，等他清醒过后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无妨，慕容羽已经下了罪己诏，皇位还禅位于立耳，这会儿文武百官估计都已经传开了。我收到了阿宝传来的消息，说哥已经带兵赶来的路上了。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！贺廷芳，朕平时待你不好，你为什么当众诋毁朕？敢做不敢认，之前那些事不都是你指使我做的吗？你，朕今天杀了你！秦爷爷，秦爷爷，果然是假的。裴凌云，你居然没有死！原来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在报复朕。我裴家满门的冤案，还有薛家军万人的性命，还有我先锋营役2000人，这仇难道我不应该报吗？朕为君，尔等皆为人臣，今让臣死，臣岂敢不遵？你本来就得位不正，自然就不配为君。杀了你！住手！你敢动我爹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小兔崽子，今天朕先杀了你！皇上，
皇上被雷劈死了！芝芝，英一追来了。